5月15號下午呢，美國總統特朗普呢搭乘專機離開北京，為期3天的對華國事訪問正式落幕。專機呢尚未駛出我國領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就迫不及待地撥通了美方領導人的電話。此次通話的時長約15分鐘。表面來看，這只是同盟國家之間的常規交流，可深究其中的細節，便能發現事情遠沒有看上去的這般簡單。外界呢不禁疑惑，日本此番急切的舉動究竟意欲何為呢？大家好，我是謝飛啊，歡迎來到今天的謝飛觀察。其實早在今年年初啊，高市早苗呢就早早的謀劃布局，一心想要搶佔這個外交先機。在1月2號的時候，他便致電美方的領導人直白的提出訴求，希望能趕在對方訪華之前率先前往美國訪問，提前統一雙方的立場對其外交的口徑。那麼在3月18號呢，高市早苗率團前往華盛頓出訪臨行前他直言，此次出訪這個談判之路是勢必艱難，他心中的這個盤算十分明確，就是想趁着中美兩國領導人正式會面的前夕，強行的灌輸日本自身的這個外交立場，大肆炒作捏造所謂中國軍事威脅言論。可是此次的這個赴美之行呢，最終無功而返，不僅呢沒能從美方口中拿到任何的實質性的承諾，還在公開场合陷入這個尷尬的境地。那麼在外交謀劃接連落空之後呢，日本呢又開始另尋門路了。據日經亞洲在5月14號相關的消息透露，日本政府呢此前曾經主動出面勸說美方領導人呢，希望其在訪華行程途中順路停靠日本，意圖呢是借着這個公開露面的這個機會，向外呢還凸顯美日同盟關係十分的牢固。日本的一名這個政府高層官員也在5月初親口證實說，這個日方確實主動提出過中途停留日本的請求。不過呢，這一提議最終遭到美方的回絕。美方的此次訪華行程的安排這個緊湊周密。5月13號呢直飛抵達北京，5月15號就結束訪問，直接返程，全程呢沒有留出任何順路出訪其他國家的這個空餘的時間。那麼沒能爭取到當面會面的這麼一個機會，也無法擠進美方出訪的行程。高市早苗呢只能退而求其次，在5月12號與美國財政部長貝森特進行了一場簡短禮節性的會面。那麼兩個人呢交談時長呢僅有15分鐘。那麼在會面結束之後貝森特呢又同日本的財務大臣片山杲月呢展開時長約35分鐘的談話。日方此舉核心的目的依舊沒變，就是想趕在中美領導人會晤之前敲定協調好各方的立场。但是貝森特呢这個事後面對媒體採訪的時候呢，一番話耐人尋味。他表示說高市早苗的全程並未提出任何和中國相關的實際訴求。你看這番話也清晰地透出美方的態度，說並不打算替日本向中方傳遞相關訴求與想法。那麼當面溝通無果行程介入無望，萬般無奈之下這個高市早苗只能等到美方領導人結束訪華行程離開中國之後匆忙撥通這通緊急的通話。事後他在社交平台發布動態稱，美方領導人在這個私下場合向其詳細講述了此次訪華的這個全過程，還宣稱美方給予日本諸多的助力。可是究竟商議了哪些內容呢？提供了何種的幫助呢？他卻始終含糊其辭，說不出半點的實際的內容。歸根到底，那這場短暫通話算不上正式的這個戰略外交的磋商，充其量只是日本單方面去打探中美會談的內情。那如今呢，這個中美兩國元首的會談順利結束雙方呢確定構建建設性的戰略穩定關係，同時呢敲定經貿、農業、人工智能等多個領域的這個合作發展框架。各項合作事宜呢穩步推進，日本全程無法參與其中，只能依靠事後打探知曉會談的大致情況。歐亞集團的資深分析師傑里米·陳就直言說，目前中日雙邊的關係已經跌至了10餘年來的這個低谷。那對於中美雙方
會談涉及的各類的議題，日本內心滿是這個焦躁不安。此前呀，美國財長呢到訪日本，僅僅呢只是向日本这個釋放安撫的信號，告知啊其美方不會忽視日本。可是單純的安撫和真正的這個重視與扶持，它有着一個是吧本質的區別。高市早苗內心的這個焦慮呢，並非毫無緣由啊。自其這個執政以來，始終呢將這種自身的這個政治發展前途捆綁在這種強硬的對華政策之上，頻繁借台海議題啊製造矛盾，多次呢發表這種違背事實啊錯誤的這種涉台的言論，直接就致使啊中日兩國關係持續的惡化。那麼我國的外交部呢也曾經多次明確表態，說當下中日關係陷入僵局，遭遇這種重重的困境，根源呢就是日本首相發表的一系列的錯誤涉台言論，那造成如今局面那個全面的責任都在日方一方。除此之外，5月6號呢日本的陆上自衛隊呢遠赴菲律賓，完成了88式的岸基反艦的实彈完成了88式的岸基反艦導彈實彈發射演練。那這也是二戰戰敗81年以來，這個日本呢首次在境外開展進攻性武器的這個實射的行動，足以看出其對外軍事擴張這個野心愈發的明顯，動作不斷加大。只是呢，日本選擇的這條強硬的對華的路線，早已經越走越窄，根本就行不通啊。一方面，中方立場堅定鮮明，在國家主權、領土完整等核心的原則問題上，絕不會做出任何的妥協退讓。另一方面呢，美方也不願為了這個迎合日本主動出面和中方產生這個正面的衝突，貿然招惹事端。早在去年的11月，中美兩國領導人通完電話之後，美方呢就曾經規勸過這個高市早苗，讓其收斂不當的涉台言論，切勿在台灣主權歸屬這一原則問題上肆意的挑釁中方。那足以見得，就連美方都認為日本在相關的議題上行事過於激進出格。那當前的這個國際外交格局呢，已然十分的明朗。此次的美方領導人出訪亞洲首選的目的地便是北京，那整個的亞洲之行呢，核心的重心全部就放在中国。隨行團隊當中呢，還包含像什麼蘋果呀、英偉達呀等眾多的知名企業的負責人。那此行的核心目標呢，就是敲定經貿合作的項目，完善区域供应鏈的合作布局。反觀呢，這個9年前是吧，美方到訪亞洲，依舊遵循先會晤這個盟友再到訪中國的這個外交的次序。那如今呢，這一外交次序是吧，已然徹底的扭轉。曾經能夠參與中美外交磋商的日本，如今徹底淪為局外的旁觀者了。那徹底脫離核心外交談判的圈層。高市早苗的這短短的15分鐘的急切通話，精準地暴露出日本如今進退兩難的一個尷尬的處境。那日本呢，一心想要干預美方對華的外交策略，自身卻沒有足夠的雄厚的談判籌碼，妄圖呢靠着大肆渲染、不實的這種威脅的言論來綁定、拉攏美方。那到頭來才看清，在美國的這個利益權衡之中和中國達成這種務實的經貿合作，遠比顧及同盟國情緒更為重要。那如今呢，擺在日本面前的選擇清晰明了，究竟是繼續一意孤行的堅持錯誤的外交路線，不斷的激化兩國的矛盾，還是呢及時認清現實端正態度，靜下心來正視並妥善處理中日之間現存的各類的實質問題？我想這個答案早已經十分清晰。那最終如何抉擇呢？那全看日本政府能否正視當下的局勢了。好了，我们也是叫不醒一個裝睡的人，所以呢，這期視頻如果有朋友願意把它配上日文的字幕發到日本國內的這個網站上，能夠讓日本更多的愛好和平的人士能夠看到，能夠喚醒更多的人，當然我們樂見其成啊。只是
日本當局能夠被叫醒嗎？好了，感謝收看今天的谢飞觀察，也希望各位呢點關注，我們下期節目再見。